有我的老人，三嫂、大嫂、二嫂，老人都进去了，有我的孙子都进去，都交到政府去了。你看，他交这么高啊，他交这么高上船，交这么压。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这个地方呢，被誉为湘西的小桂林，这是吉首市的德如村。村子的上方呢，有处大溶洞，那边有瀑布，然后有水电站。整个村子的沿着村子的这个边上呢，有一条小河，叫做洞河，水质特别的好。水里面小鱼、小虾、螃蟹，还有桃花虫特别多。然后沿着河的两岸呢，有很多寨子，都是苗寨，非常古朴的房子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可能在明年就再也见不到了。今天呢，跟着石头的镜头，带你们走个古朴的寨子。当然，现在很多房子已经拆了，我们也看不到了，只是说把这个影像资料给留下来，以后很多年水库注满水了之后，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原始的地貌。这边有个告示牌，上面写的是2025年的9月份到2027年9月份要竣工。这边呢，就是一个水库的库容范围之内了，底下呢就是大坝，正在修建。整个大坝现在基础的工作已经修好了，所以这边的房屋基本上现在都要拆了。沿着这条小路，我们走到寨子里面去看一下。实际上，当地老百姓的这个房屋呢，陆陆续续的搬走之后，有些房子拆迁了之后，地里的庄稼还挺多的。你看这边种的有很多萝卜，还有这些橘子树，像这些都来不及搬了，因为很多东西要搬贵重的物品嘛，像这些可能在当地人来说都不怎么值钱，所以有些东西不搬也就不搬了。看整个寨子呢，基本上所有的房子都是高而建，错落有致。然后像这样的房屋呢，基本上就是一条小道走入进去，然后有的建得高，有的建得低，周边呢都是群山环抱。看那一大片的悬崖峭壁，看过去还是挺美的。我们走上去看一下这个位置。以前呢，密密麻麻的建的有很多的房子，现在呢基本上都已经搬走了。所以说这个地方不再留下一个视频，留下一些影像资料，很多年之后我们再想看也看不到，以后就是一个很大的水库。这边呢，距离大坝边也就不到100米，以后这个位置应该是水位最深的，这个位置了。看这边以前都是一些木头房子，还有砖房，因为拆迁嘛，所有的补偿款已经到位了之后，房屋呢都要拆掉，所以只剩下了一些破碎的砖块像木头老百姓可以拉走的，就拉回去，然后呢，当做柴火来烧。有些房子比较好的，又把它拆了，拆了之后又重新在其他地方去组建。看这套房子呢，依然还是挺好的，当地的老百姓呢也还都住在里面，还来不及搬迁。其实背后的这些大山都挺好看的，悬崖峭壁，看起来这些山峰特别有特点吧？我觉得，看那一排排的悬崖峭壁，非常的高，这边的海拔达到了300多米，像上面的山峰都达到了400-500米左右。基本上这样的山峰，没人爬得上去底下又有一条小河流，所以从航拍的镜头可以看到。整个周边的环境就犹如桂林的十里画廊一样的，有山有水，群山环抱，又有一些
村寨。倒是看这底下的这一片啊，以前密密麻麻有很多房子，现在都全部拆完了。还有些像木桶子啊，都是以前老百姓生活所用的一些物品啊，有的呢都不需要了，也不搬了。那边好像有些房子还没有拆迁完。当然，修建水库啊，这是一个费民的工程。其实当地老百姓怎么说呢？很多人是不愿意搬迁的。这边距离吉首市呢也就20公里，距离镇上呢也就5公里左右。生活在这边实际上还是挺方便的，尤其每年的夏天来到这里旅游的人不少啊，然后给当地呢也带来一定的这个经济收入，所以当地老百姓住在这边还是能够赚钱的。很多人是不愿意搬迁的，但是碰到建了水库之后没办法，需要搬迁。老人家你好啊。你好啊。搞什么？这是你们家的房子啊？你什么？搞什么？拍视频啊，玩耍。你玩啥的呀？啊，玩耍的。玩啥？你玩没搬走啊？我没去的。你不搬啊？我不搬。都是尿水了，像那么个嘞。尿水我站到坡上，站到后头。你站到坡上，你住到哪去哦？我没有水，我还再回来。哦，等没得水你又回来。都是房子里没得，你像么个嘞？我带薄膜。打棚子做啊？哎，那不好嘛。是不是你们那个补装没到位呢？什么？你们补装款没到位啊？是像什么呢？错的。是不是你们补装没到位啊？不想搬啊？你们不想搬啊？不想搬。不想搬啊？搬迁我没搬迁的。搬迁就没得点头。我90岁了，我就搬到哪里啊？我就到我喜欢坐我这里我坐熟了。我坐惯了，我喜欢坐这里。到哪里我都没。不是政府给你们修房子了吗？你们不要？没有。要减啊？是没要减。应该不要减嘛？不要减。哪个没要减？他送你做啊，他把屋拆了。把屋拆了，不是要另外送你房子吗？现在都拆了，哪里送检？我们不签字，他不送检。哦，要签字再送检。所以讲你们两家都没签字。没签。没签哦。没去。我老人家没去的。没去。我坐惯这里，水来了，我们就往后头走。其实老人家说的意思我大概听懂了。我走到90岁的年纪了，他们说90岁年纪，2027年如果这边水坝注入水之后，他们就往山上搬，然后用那个薄膜袋子做一个简易的房子，就住在山上。他们说这边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不想搬，然后所以他们也不签字，就出现这样的情况。很多房子已经拆了，但是有些房子也没拆。其实众口难调嘛，就是说有的人愿意搬，有的人又不愿意搬。他们说搬出去了之后，自己的田地都没有了，没地方生活，没办法生活。他们宁愿在这边居住老，等到死了之后，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。所以说他们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真的注入水了之后，他们就往山上去搬迁，然后盖一个小棚子住着。我们就到起那个房子，叫这个做没关的。你们今年好大了？两个今年好大了？1样，90岁。90岁啊？2个都是90岁的年纪了，1年了，不肯搬了。没搬，到哪里都没搬了。我们有几个老人家喜欢到这里。都没去啊？那个那两家有叶子那个都。现在整个寨子有几个人不愿意搬？没晓得了。没拆屋的都不愿意。相当于现在我们看到的那些房子没拆的，都不愿意搬走的，也不签字的。都是我们喊你们独立做嘛，我们搞好好搞的。没，不管的啊，我们到时候看下子，看下房子啊。就是个，我们是一个地，说他们都得钱。我们这边的，我们去我们没有生活费。那你拆我的屋，你送进来，买屋就没有了。
里头没得生活费了，凭什么啊？你看听他们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可能做的不太公平，他们那边是1队，这边是2队，相当于2个组。那边的方山还有田土搬迁的时候就补偿了钱，然后他们这边呢就没有补偿钱，所以山上的方山都没有补钱。然后如果他们搬走答应了之后，就没有补偿款，他们在外地重新买了房子就没办法，生存。自己的田土呢全部被淹没了，以后也没有地种了，搬到镇上，搬到城里面，以后都没办法生活。所以寨子里面现在还剩了4、5个老人，都是不愿意搬走的，一直呢就是僵持在这边。是这个。大概是就是这样子啊。今年不是，他明年也是了。哎，那不得，身体要好的。想走的。没想走。走不得，走来到底下又没得生活费。我们老了啦，你看90岁人都要上手啊，没上。好，也得老人一再叮嘱我，他说他们不同意去的，他们以为我是官方的一些媒体吧，在这里拍摄，他们就一再诉说他们的一个意愿，怎么都不愿意搬走，不同意。其实老人最后还给我说了一句话，我是最让我触动的。他怎么说的？他说90岁了，我不可能死了之后让别人烧掉，意思呢搬到镇里面，然后如果老人过世了之后，在镇里面的话，按照政策的话，必须要火葬，就是说把人的身体给烧掉，然后再去埋。像农村的话就不存在这样的现象，老人过世了之后放在家里几天，然后用棺材装着到土里面去埋葬，并不需要火化。所以老人呢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心理想法，他一再诉说这个心理，他们一再要求我到家里面去，想说一些话，但是我觉得好多还是不太合适，所以还不进去家里面了。我们就在外面聊一个大概，听一听他们的诉说。诉说的多，他们可能期望的更多，但是我们不能够给到他们什么解决问题，是不是啊？帮助不了太多，也不能给他们期望的太多。所以呢，带着遗憾，我们要离开这个寨子。我也不想拍的再多了。整个这一片有将近5、6个寨子，牵涉到有接近1000多户人家，所以说面临的问题非常的多，只能用一个镜头大概把整个寨子给记录下来。可能很多年之后，我们再回过了，再看这个视频的时候，老人早已经不在了。你看，他们家拆我的屋，我的大儿的屋，老三的屋家拆来，搞都没给搞的，来，我儿走过去了，他们来呀，好多人，来好多人来了，我就说个，你们没了，等我儿转来你们有了，他不看啊，我就他就叫门都叫了。门都叫了，他们就进屋去了。你看，就直接撤了。要进屋，再来了钱再撤。只要你不同意，他也是强制性也撤。强制性也撤的。都是强制的啦。都是前头我的媳妇再来嘞，就是饿了，饿了就把他们的车子都打来一块玻璃，打来一块玻璃，他就装我的媳妇认我的媳妇去了，抓我的媳妇去了。拘留人22天，你看，拆我的屋来，拆我大儿的屋来，有我的老二，三嫂、大嫂、二嫂，老二都进去了，有我的孙子都进去，都都政府去了，你看，他叫这么高啊，他叫这么高上船，叫这么压。压就把我的媳妇来，他就吞滚到底下了，滚到底下来，他就拿脚给踩，你看，你看怎么的？这些你看，不一样的，没得办法，就叫这么，海个男人来的，海个男人，好多男人哦，打那个海个男人来的，就找那个人来，都是男人打的。
好，我们不能讲得太多，等下人家看到了不好。哦。和老人的聊天，我发现不能聊得太深了，聊着聊着，他们的眼泪水已经出来了。而且这个视频，我可能不能带大家每一个房子去看了，也不能说的太多，可能待会儿我的这个镜头马上要被收了，因为这个拍摄可能是，怎么说很敏感吧？哦，刚才老人也说了，当时他们拆迁的时候，把他们家老二、老三，也就是2个儿子的房子拆迁的时候，整个人是直接大家知道吧？这样子关着，把人呢先送到一个地方，然后把房子这样子给拆了的。所以说，这个敏感的话题我们不能谈得太多，所以现在我们的拍摄风险性也很大。如果碰到官方的人过来的话，可能马上我们的拍摄设备都要被收了，所以我们不能说的太多，大家应该都懂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最后呢，我们也祝愿这2个老人啊，身体健康吧，尽可能的活得开心一点。90岁了，也别想那么多，我们也是无能为力啊，没办法帮到他们。喜欢石头的视频，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